最不该出土的4件文物，特别是第4样被历代统治者苦苦封禁了2000多年，出土后震惊世界。第一个呢，2000多年前的一块丝绸，上面居然写着5星出东方，利中国8个汉历。1995年10月，考古队在新疆尼亚遗址发现了一处汉墓，挖掘出了一件颜色非常鲜艳的古丝绸文物。当时丝绸被翻转过来的时候所有专家当场都震惊了，因为上面写着5星出东方，利中国8个汉历。更为巧合的是呢，后来科学史家推算出，在2040年9月9日将会出现罕见的5星聚会的天文奇观。这到底是真是假，没有人知道。它现在呢被收藏在新疆考古研究所，是我国首批64件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之一。第二个，三国快餐盒，它在外观上和我们现在食堂使用的餐盒相似，但它可是距今1800多年历史三国大将朱然墓里发现的。专家鉴定这是由青瓷打造的，所以也叫越窑青瓷方格盒。说一句，它是食堂餐盘的祖师爷，绝对没毛病。第三个，1973年在河南挖出了一口古墓，挖掘出了一个十分震惊的文物——陶制水管。除了外形是陶烧之外运作原理和现在的塑料水管基本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专家还发现，这些水管中竟然还有现今的3通和弯头。看到这些水管时，人们不禁联想，是否真的有人穿越回商朝，将现在的工艺传给了当时的古人？第四个，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本写在帛书上的《道德经》。我们看，这就是帛书《道德经》刚出土的样子。有人说它是辛追夫人儿子的私藏，也有人认为原始的《道德经》应该分为上下，德经为上经，道经为下经，应该叫做得道经。经过专家研究之后惊讶地发现，出土的帛书版《道德经》居然和我们现在流行版《道德经》在内容上有很多矛盾之处，多达700多处。这也就意味着呢，在2000多年历史中，《道德经》被篡改了700多处。比如《道德经》中说大器晚成，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写着大器免成，意思是顺其自然的成才，和大器晚成的这种心灵鸡汤一字之差，意思呢全然不同。我们的书中还写着曲则全，枉则直，而出土的帛书上写着曲则进，枉则定。原来老子他不是想让我们委曲求全，而是想让我们变得勇敢。想让我们委曲求全的是历代篡改《道德经》的统治者和儒生们。我们的书上还写着与善人，言善信，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写着于善信。我们无论是读老子的道还是庄子的道，我们都会发现他们最反感的就是仁义。而奇怪的是，为什么在《道德经》上又说与善人，言善信呢？这不就是和庄子的观点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吗？结果帛书出土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这里说的于善信整句话的意思和原本的仁义基本没有任何关系。再比如我们的书上写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而帛书上写上善治水，水利万物而有敬。原来老子的意思根本就是和不争、逃避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在世袭皇权下的古代，皇帝呢只做2件事，一个是打天下，一个是守天下。而守天下可不是防御外族来侵，谋发展建设，你要是这么想就理解错了。而自己死了，让儿子也当皇帝，儿子死了，孙子继续当皇帝。所以皇帝们的思想都特别的一致，必须要拉开贫富差距，然后再固化民众思想，让底层老百姓吃不饱饭。所以思想是最重要的工具，就连老子的《道德经》也要满足历代统治阶级对思想文化的需求。所以2000多年来，前后被篡改了700多处，目的呢就是为了固化磨灭底层老百姓思想的重要工具之一。直到马王堆汉墓帛书版《道德经》的出土，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道家的真相。原来我们最初的文化是多么强悍。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现在学术界还是一直采取回避的状态，以至于帛书出土至今50多年的时间，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存在。帛书版《道德经》第一篇就讲出了这个世界的真相，以及几千年来的惊天骗局。当一个普通人如果真正领悟到道家老子最纯粹的思想之后你会发现轻松的实现弯道超车。再次仰望星空，你会发现一切都变了。